上周，中方就涉疆问题发起3次对等制裁，已经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涉事的英国律师事务所已经删除了为种族灭绝谎言背书的所谓法律意见。不经调查就发表所谓法律意见的事实，暗藏着一条抹黑中国的产业链。但美国仍在纠集盟友撰写并伺机上演闹剧。外交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周一召开发布会，用数据和事实揭露西方反华势力的谎言和丑态。周一下午，深圳卫视记者也就美国国务院攻击中国民众就新疆棉花问题对一些外企进行自发抵制的言论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来看报道。外交部网站上周六公布，针对美国、加拿大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于3月22号对中国新疆有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的行径，中方决定对两国的3人以及1个实体实施制裁，禁止上述人员入境中国内地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禁止中国公民及机构同上述人员交易或同上述实体往来。当中就包括此前曾被深圳卫视曝光的加拿大联邦众议员庄文浩，他虽然是华裔，但却是个吃反华饭的急先锋。庄文浩上周六再次大放厥词，要求加拿大政府正式认定所谓种族灭绝。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外长加尔诺则发声明称，将联合盟友采取下一步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一日发表声明称，美国对因涉疆问题被中方制裁的盟友表示所谓声援。布林肯还威胁称，中国的举动会加剧国际社会对新疆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审查。英国卫报周日发表评论指出，美国和加拿大的连锁反应显示，这其实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姿态，意在挑战中国。澳大利亚独立记者约翰斯通发文称，全世界都应嘲笑美国假装关心维吾尔族人。美国从不关心自己的指控充满明显的情节漏洞，他只关心削弱世界舞台上的主要战略对手。美西方对中国进行的这种无理的经济制裁和打压，实际上是在滥用国际秩序，同时呢，也是在利用这种所谓的这种小圈子多边主义进行这样拉帮结伙式的这个打压。中国进行反制裁呢，这是一场这个正义的斗争。这不仅是在维护中国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呢，也是维护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这种辛勤劳动得来的这种劳动成果，以及由此创造的幸福。外界还注意到，中国对等制裁的效力正在逐渐显现。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在上周五被中方列入制裁名单后，英国埃塞克斯元大律师事务所当天就火速将一份惹是生非的所谓法律意见从官网删除，并试图撇清关系，又单独发声明称，被删除的法律意见是4名个人出具，与律所其他人无关。分析指出，尽管嘴硬，但埃塞克斯元大律师事务所将所谓法律意见从官网删除，实际上表明该律所间接承认这份法律意见是极不专业及有违职业操守的。深圳卫视注意到，埃塞克斯元大律师事务所号称全球顶级法律咨询服务机构，擅长领域为国际商法，由英国埃塞克斯元大律师事务所4名成员出具所谓的涉疆法律意见，被反华分子大量转载，影响十分恶劣。这份2月8号挂上网的所谓法律意见长达105页，替所谓新疆存在屠杀的谣言背书。但有报道指出，这4人均未到过新疆，没有进行任何调查，仅凭疆独和反华势力的片面之词，就替所谓种族灭绝谎言背书，严重违反了律师的职业伦理。然而，谎言迅速被戳破，律所删稿意图躲避被追究法律责任的风险，但赔上了自己的声誉。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称，中方的制裁立竿见影。事实上，《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对灭绝种族罪的认定标准和程序作出了规定。中国于1983年加入了这一公约。公约规定，国际法院、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成立的特别法庭和国内法庭是认定该罪的合法机构。除此之外，任何国家、组织或个人都没有资格和权利认定别国犯有灭绝种族罪。这意味着，英国埃塞克斯元大律师事务所4名律师给出种族灭绝的所谓法律意见，事实上是违反国际法精神的。这应该也是该律所从官网删除法律意见的原因。
周一上午，外交部与新疆自治区共同举行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教培结业学员代表、宗教界人士、新疆教育界、妇女界等代表向中外记者介绍了新疆在各个领域的发展情况，用事实回击西方编造的谎言与无理指责。维吾尔族人口的这个增幅呢，不仅高于新疆全疆人口的增幅，也高于呢全部这个少数民族人口的增幅。如果实施这个种族灭绝了，维吾尔族还会有这么大幅度的人口增长吗？涉疆问题根本不是什么人权、民族、宗教问题，而是反暴恐、取极端化和反分裂问题。我想对那些造谣者说，你们整天胡说八道，靠诋毁我们教培结业女学员的名誉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你们不觉得羞耻吗？良心不痛吗？如果有人认为美西方干涉新疆问题是为了关心所谓的这个人权的话，那么大家应该看一看美西方在包括很多中东国家的这个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所作所为，给当地的人民带来了什么这种目的呢，实际上利用维吾尔族对中国的这个新疆的稳定，对中国的内政进行这个干扰和破坏，实际上是对广大的这个维吾尔族群众的一种绑架，是对一个民族的绑架。这样一种这个手法呢，在这个美国干涉其他国家的这种历史上呢，可以说是屡见不鲜，最后都会给当地的人民带来无穷的这个灾难。新疆棉花产业成为西方势力炮制涉疆谎言的受害方之一，中国民众对此已有清醒认识，自发抵制一些吃中国饭砸中国锅的行为，但这却成为了美国政府的抹黑攻击的对象。周一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深圳卫视驻京记者就此提问。深圳卫视提问：针对中国民众自发抵制拒用新疆棉花的外国企业，美国务院发言人称这是由中国政府主导的，对此表示谴责。美白宫新闻秘书称，中国利用外企对本国市场的依赖，压制言论自由。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美国一些人不仅把新疆棉花污名化，严重损害新疆棉花种植业，甚至中国整体经济利益，还企图将中国政府与民意割裂对立，其心何其毒也！采棉收入高，新疆采棉工都是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基础上与棉花种植户签订劳务合同，根本不需要搞什么强迫。赵立坚表示，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上海代表处日前发表声明说，中国区项目团队从2012年开始对新疆项目点所执行的历年可信度审核和验证，从未发现一例强迫劳动。新疆农业部门数据显示，2020年新疆棉花机械采摘率已70%，种植户能够通过手机 APP 足不出户订购机械采摘服务。所谓强迫劳动，难道是说强迫机器劳动吗？有关外国企业仅仅依据谎言就拒用新疆棉花，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当然会引发中国民众的反感与愤怒。这还用得着政府去鼓动和引导吗？做生意要讲究尊重，吃着中国的饭还砸着中国的锅，天下哪有这样的美事儿？中国市场始终是开放的，我们也希望有关企业在华经营合法合规，不要沦为某些政治势力的工具，更不要挑战中国民意。新疆的棉花呢，长期飞升海内外，这个品牌呢是长期的市场活动打造出来的这样一个品牌。美西方利用这个新疆的这个经济作物对中国进行打压呢，实际上呢是要将中国呢，特别是新疆的棉花挤出呢这个国际相关的这种产业链同时呢也在这种就是类似的这种产业当中呢挤出一个竞争对手。
所以说呢，它其实是一种不正当竞争的一种表现。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正在对中东6国展开访问，在与相关国家及组织领导人会谈时，王毅也阐述了中国的新疆政策，并指出，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高人一等的国家，也不应把一国的标准当成国际标准。某些西方国家如果执意以人权为借口，遏制打压发展中国家，企图剥夺非西方国家的发展权利，这将是人类进步史上最大的不公。